这个才好吃。廖主任，哎，老廖，你们慢慢吃，我吃完了啊。哎呀，我这个文旅代言人啊，在桃花镇呀，也是前无人啊。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干嘛的。那您就理解错了，很多地方都有文旅代言人，特别是这个文旅做得好的地方，这文旅代言人呐，就相当于明星。你这个桃花镇文旅代言人可不一般啊，上一任是李白，这一任是您。那我啊，就是汪伦。以后咱俩就配合拍短视频，就做文旅这块内容，给咱们桃花镇的宣纸产业引流。算了，你们年轻人的事啊，不会。您肯定能行，我来拍，您讲。您这一肚子墨水，要是搞好了，真能火。现在就流行这个。廖主任这个真行，就从咱们这次文房四宝文化节开始。真的吗？下午咱们就开始啊，您吃好了就想想说什么。好。我通知的是1点半在这儿集合呀，这都过10多分钟了，还是一个人都没来。来了。林主任，哎呀，你们怎么第一次就迟到啊？没有啊，我们1点半就从这里出发了，一点儿没耽误。是啊，这1点半上班是镇里面的规定啊。我说的是桃子，下次通知说明白点啊，是1点半到，不是1点半出发。哎，行。 5个人的另外2个人呢？啊，你是说王浩他们是吧？他们已经进去了。行，赶紧快。我把东西放这儿怎么了？我放在自己的门口，碍着你们什么事儿啊？碍着你们什么事儿了？各位，是这样，我们政府啊有新的规定，要办新的活动。 这些属于公共用地，你们必须得先收起来。它一个是不方便，第二个它确实影响也不好，对不对？我管你影响不影响，我放这怎么了？分明是你影响我们赚钱了，对不对啊？对呀，影响我们赚钱了，我们一直坐在这儿。各位，你不办，我替你办还不行吗？管你必须起开！你怎么了？什么意思？就不搬了！来，把我带走啊！来，带走！哎，给我带走！你要先动手是吗？我动手了吗？是你给我胡搅蛮缠！还有霍总。 想让我们把你到哪儿去啊，霍总？没，小林是这样的，我们在这儿摆了多长时间了？今天突然跟我说不能摆了，本来生意就不好，这样不是不让我们吃饭了吗？是不是？对呀，本来生意就不好，所以才要办这个文房四宝文化节，对不对？替大家吆喝，打广告，不是挺好吗？你看人小林说的，你刚才什么态度啊？啊，你要这样说不就完事了吗？哎，明年职场退税还得帮你跑呢。我肯定能收。 你这之前啊给我帮不上忙，我这还没来得及谢你呢。行了，你要是想感谢我，就让大家把东西收了，好吧？各位老板，听我说啊，政府要搞活动啊，我们必须得积极配合，别说是不让摆摊儿，就是让我们关门停业，把我们饿死，我们也得配合。这什么规矩啊？蒋总啊。 协会呢已经给大家开过会了，已经说明了这次大会的目的和意义。没有人要求大家关门停业，好吧？领导啊，政府搞活动呢也是为我们大家好，但是不让我们摆摊儿，这跟关门停业有什么区别啊？就是这活动的意义在哪儿呢？对呀。那这次展会还会给大家带来平时没有的客流量呢，还会带动大家的销售额呢，这你怎么不说呢？哎，小林可不敢这么说，谁能保证能够提高客流量？ 谁能保证有销售量？现在不让我们摆摊，这实打实的影响我们生活了，是不是？是，这才是根本问题。得听听大家的意见呀，民意不能违呀。现在生意难做，我们赌不起啊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们呐也别把我们当小孩儿，话说的这么漂亮，不就是为了做什么政绩啊？对呀，剧本是你们编的，你们做主演，让我们过来跑龙套，盒饭都不管我们，然后还说我们打老本钱。 你们这样太会玩了吧？行，少说2句啊。行，那我也给大家说句真心话啊，搞不搞政绩要看搞什么政绩。如果办这个大会可以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，那这样的政绩我就是要办，谁也拦不住。而且办这次大会，镇上出钱出力，免费给大家提供物料，
如果大家能请来知名的书画名家的话，连展位费都给你们免了，这是漂亮画吗？这是漂亮事啊！大家一起努力，还能把这件事情干得更漂亮，这样不好吗？当然我知道啊，大家有很多质疑，没关系。那我们今天就把话都说明白了，好吧？我林依然今天就……行了，林依然，别说了。各位老板都在这儿啊。吴镇长来了。怎么了，王浩？听说你跟别人吵起来了？没有。道歉。快点。对不起，没事。抱歉啊，没事，还有你啊，林依然，跟你说多少回了，跟群众沟通要注意态度，多消消气啊！现在没有方法，这没有方法。老镇长还得是你啊！二虎兄弟，我们就喜欢跟这种有素质的领导谈，是吧？没有。如果谈不好，我们再找大领导。不用找大领导就能谈好啊！这样，我呀代表桃花镇政府向各位老板说声抱歉。大家有意见有想法，这就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。你看看人家罗副镇长这态度啊！其实啊，大家有意见有想法，知道为自己争取合法权益，我觉得是件好事儿。我们政府嘛，就是为了维护各位的权益的，要不然还怎么叫做为人民服务呢？对不对？啊，对。看看罗副这镇长样啊，觉悟啊，有思想，有思想。这样，既然今天大家都聚在这儿了，我呢就讲两句。举办这次大会呀，这段时间给大家添了不少的麻烦，我也心疼，但没办法，还希望各位老板多多的配合。我在这儿给大家许个承诺，等到大会开启之后，让各位老板优先去选择好的展位，来弥补这段时间的损失，好吧？好。那既然大家都这么相信我啊，那就都散了，影响大家做生意多不好嘛，是吧？既然罗副镇长都承诺了啊，咱们积极配合啊，收摊儿。好，谢谢。我话还没说。这公平吗？这啊，这展位规划本来就不影响他们的正常营业。这好的展位是留给笔墨砚各方销售的，哦，这样白送给他们了，那其他展商怎么说呀？对呀，下次他们还来吗？而且现在展位本来就很紧张，那罗副镇长这么搞，不就变成了谁闹谁有理，谁闹谁有好处？真要开了这个口子，那影响就太坏了。有什么话说？我不满意罗副镇长的处理方式。小林，罗副镇长把一件有可能诱发群体事件的事情控制在萌芽当中，有什么不妥？罗书记，没那么大的事儿，搞那么严肃。其实我们俩这事儿吧，我跟他单独聊聊就行，不打扰您了啊。小林，走，跟我回去。走啊。罗副镇长，这样吧，你要是手里有什么事儿，你去忙，好好聊，啊，我走了。知道今天错哪了吗？对罗副镇长的态度。这个罗副镇长处理问题，可能确实没有那么完美，但他毕竟避免了一件事情往更坏的方向去发展。你现在也是领导岗位的人，一定要顾全大局，用人所长，容人所短。可是他那样的处理方式留有后患，可能会引发更多麻烦。那就事事警醒自己，事事认真，不给自己犯错误的机会。我们开展工作，不是看你手里的权力有多大，是看你肩上的责任有多重。扛不起这份责任，给你再大的权力，做不好一个带头人的，啊。现在的问题呢，不是我们销售的不好，是我们的产能跟不上。那怎么办呢？不能不播了，对吧？你们要好好琢磨一下，我们之前的盲盒，其实它就是一种饥饿营销方式。那么我们搞预售也是一样的，只要我们营造好氛围，做好宣传，那么一旦我们的产能上去了，那我们的销售就会出现井喷。这样吧，你们啊再开一个会，
商量好一个直播思路给到我，明天上午我们再碰一下，好吧？好，那你们忙。好。哎，你来的正好，帮我把包拿一下，去找一趟宣言，说一下后边进。哎，欣姐，那个文创的版权登记下来了，刚发过来的影印件。太好了，我给他送过去。欣姐，你最好亲自看一眼。我一发现不对，就立马联系了深圳版权部的向主任。我跟他解释了，版权所有人不能是大雅斋，必须是设计者本人。他怎么解释？他说是上面要求的。上面？哪个上面？没明说，我猜应该是董事长。凭什么觉得别人不行的时候就撤资？现在发现别人有价值了，就不顾脸面了，强取豪夺了，真无耻！你小点声，是欣姐。现在就给董事长打电话。你冷静一点儿，越是大事越是要冷静。现在都这种局面了，他们让我怎么去面对宣言？如果这真是董事长的决定，他一定是想好了怎么应付你。我想说的意思是，您要考虑好，找出一个对宣言、对大雅斋，包括对您自己都是最好的解决方式。千万不能出现玉石俱焚的局面。哎，喂，董事长，您现在方便吗？方便，你说。哎，靳总啊，这段时间你在桃花镇分公司干得非常出色，啊，可以说是成绩斐然呐。我要给你庆功，辛苦了。大家不要忙，我还好。董事长。我就是想跟您求证一下，您知道轩辕文创设计版权登记的事情吗？我知道啊，这件事情不是交给向主任去办了，怎么了？有件事情可能你不太了解情况，现在版权登记下来了，版权的享有者是我们大雅斋，不是轩辕。你是不是想问，轩辕的文创设计为什么会注册在了大雅斋名下？对，我很想知道。靳总啊，你在桃花镇分公司啊，主要负责线装书和高精书画这个业务，和轩辕这样的设计师合作呢，恐怕是第一次。可是，在总部这边呀，和各种各样的设计师合作啊，那可就多了去了。今天既然我们说到这个事儿呢，有2个事情啊，我必须跟你说清楚啊。第一，总部和所有设计师签的合同上都会有这样一条：版权归属大雅斋。即便是知名一点的设计师，最多也就是共有版权。我听懂了，董事长。那如果轩辕他以后不愿意再跟我们合作了呢？那就不合作嘛。靳总啊，你的心情我非常能够理解。我让法务调了你和轩辕签的合同，说句实话，非常不专业。你和这些设计师接触时间长了，你就会知道了，是我们给了他们创作甚至生存的空间呀。可是他们呢，无一例外，一个一个只要翅膀硬了都会飞掉。你看看，这就是人性啊！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，不是培训班，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，对不对？第二，版权登记不是我们大雅斋刻意针对某一个人，也不是我们有什么预谋。版权登记是我们大雅斋和所有的设计师合作的一套标准的流程，这是必要的风险规避呀，也叫做自我保护机制。从现在开始，包括今后，轩辕所有和我们合作的文创产品，它的版权登记必须在我们大雅斋名下。我说清楚了吗？你站在什么角度上去跟他谈，包括会发生的一切后果，你自己要考虑清楚。在这儿，定了位置啊，这儿。好。看看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这景儿。开始吧，3、2、1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廖。你们知道学富五车它的资产量究竟是多少吗？你们知道
入木三分，背后的真实故事是怎样的吗？不是，你等会儿，廖主任，咱不是要讲文房四宝吗？对呀，主任，你是不是没认真备课呀？抛出问题，引发大家的求知欲望，这是教育心理学。廖主任，那您准备讲多久啊？咱们这是短视频，重点在短而精。那是因为他们没文化，只要讲得好，再长也是短；讲得不好，再短也嫌长。这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一个道理。对，对，您继续，您继续。哟，欣冉，来的刚好哎，快过来。啊，来，你看看这个。这是宣宝。没错，怎么样？有趣不？好玩不？可爱不？挺可爱的。哎，我给你讲讲我的创作理念啊。啊，你说。Z时代对于国潮文化的热衷啊，它本质上就是对于文化根源的追寻。没有文化信仰的支撑，年轻人的心是没有着落的。宣纸的千年守候，那承载的是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啊共同的记忆。你现在摸到的宣纸，那跟古人摸到的是一种东西，它可以给你提供一种穿越古今的情感共鸣。亚克力、塑料板是完全达不到这种效果的。你说的很对，这才是宣纸和我们现代文创的天作之合。没错，就知道你懂我。我是想以一种不完美治愈学切入到 Z 时代的情绪当中去的。那你看啊，宣宝的设计上，你看这有2个小角啊，还有纸机的这个充电面，这都是我从矛盾中寻找了统一，混乱中找到和谐，从无序中找到美之后的最终效果的呈现。我还特意保留了一些纸浆的毛边儿，我就是想以这种不完美去给年轻人提供一种情绪价值。当年轻人内卷的时候，一看到他们，他就能放松下来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们的不完美，并不能阻碍他们真我的表达，更不能影响他们的可爱。他们的缺陷，恰恰能够缓解年轻人对于追逐完美的这种焦虑的情绪，从而达到一种治愈效果。你别光看呀，这后面还有文章呢。来，宣言，我给你展示一下。那是想跟你，你把这个拉出来，试试。哦，怎么样，有趣吗？这上面啊，可以写上一份祝福，也可以是一声抱怨，或者是一句吐槽。我的建议是什么呢？是写上“禁止内卷，肆意生长”，巧妙不？做得很巧妙，也很有创意。看来依然的话对你是有敲打作用的。我们说100句，也不如他说1句有用。嗨，这叫兼听则明。这么优秀的女孩子，你可不能错过了，要抓紧出击。宣言，不是，今天你好奇怪啊。宣言，我那快干了，我再。
再画一会儿啊。站在董事长的角度，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您要考虑他最后那句话，您是站在什么角度去跟宣言谈，会有什么后果？辛总，您现在代表的是公司的利益，其次才是朋友。其实不管是公司角度还是朋友角度，您都不该现在跟他摊牌，因为就像董事长说的。宣言是在一文不名的时候被大雅斋发掘出来的，而且您给的条件已经很优越了，跟大雅斋合作对宣言来说百利无一害，不是吗？雨晴，董事长现在这么做对宣言是不公平的。宣言，版权专利注册下来了。啊，是好事儿，好事儿。在我电脑包里，我拿给你看一眼。没事，就放你那儿就行了。你还是看一眼吧。别，就放你那儿吧，我丢三落四惯了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放你那儿我踏实。欣姐，您不要纠结这个了，这真的不重要。现在的合作对宣言、对大雅斋都是双赢的局面。您要是现在去跟宣言摊牌了，这造成的结果对双方都是毁灭性的。包括你，宣言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啊，有话你就说。宣言，我是很郑重的，我也希望你能够郑重的回答我，好吗？这样够郑重吗？我是想说，你觉得我们之间的合作能走到最后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换句话说，就是在你功成名就的那一天，你会不会考虑放弃我？和大雅斋？你到底想说什么啊？我想你可能已经知道了。我实话跟你说吧，宣言，我……等等，你该不会是想跟我表白吧？啊！我别装，啊，别装，你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啊，欣姐。虽然你一直都觉得我很帅气，我也有才华，但是咱俩不合适啊，欣姐，冷静，保持冷静。不是，宣言，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我怎么会这么想？咱之前一见面就聊事儿啊，你今天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你还拿林依然在那试探我，你这不明显的吃醋吗？不是，我没有，宣言。好，没有，好，咱就当没有，就是没有。不对，宣言，什么叫做你当是没有呢？你就是没事儿。来，今天的事儿咱都烂在肚子里啊。什么就烂在肚子里？宣言，我是有事要跟你说的。这事儿千万不能让明哥知道，让明哥知道我就死定了。我不会让他知道的。我走，但是我是真的有事。好了，不是没事嘛，没事，你忙你的，我忙我。宣言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，明白。听我说吧。哎，宣言，咱们还是好朋友啊。是好朋友，你把门打开。我没说完呢，宣言，你把门打开。太疯狂了，怎么回事？我怎么把事情谈成这样呢？这个场馆呢，我想作为国潮展区，那这里面有2个主题需要 AR 的技术支持，一个是 AR 寻宝游戏和 AR 水墨剧场。寻宝游戏呢，可能我需要5维光圈体系设计，那这是我们的策划案，你可以看一下。
VR 水墨剧场呢，我想以《千里江山图》为蓝本，通过 VR 的设备，观众可以在虚拟的空间中跟水墨元素进行一个互动，比如说通过手势，是吧，来控制水墨的流动、扩散等一些动态效果。技术能够达到，场地没有问题，工期可以克服，设备都现成的。主要工作呢是根据具体环境进行3D 建模渲染。到时候多找几个人加班，能赶出来。啊，还有就是您在设计的过程之中呢，我们需要全程跟踪，避免一些失误，毕竟这时间紧、任务重的。咱们的预算是多少？您的报价是多少？说实话吧，你们这个活动想法非常好，弄好了，说不定也是我们公司的优秀作品。是，价格嘛，不瞎说，60。不好意思啊，齐老师，我也跟您说一句真心话，就是您的这个报价呢，跟我们的预算差距，它有点大。有多大？万肯定还是万啊，就是6和10，只能选一个。那就是6万和10万。啊，对。林主任，不用送了，那就等您最终确认了。没问题，期待我们合作愉快。我以为他100%不会同意，没想到居然谈成了10万的成本费。这双方收益的分成模式，是咱们林主任大饼画的圆。这秦老师估计要在车上做美梦了。依然姐，我觉得等我们开大会的时候，肯定是红旗招展，人山人海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。哎呀，哪来这么些词儿啊？咱们一起努力啊，说不定就能帮齐老师的梦想照进现实了。一姐，这么谈的话，财神爷那儿应该可以过关吧？哎呀，我们财神办呀，只负责专项资金专项使用，总体控制在预算范围之内，黄主任也挑不出来毛病的，放心吧。看嘛，还是一姐对我好。行了，咱们赶紧啊，去看一下文房展区布置怎么样了，把能解决的先解决了。到时候国潮展区一开，咱们指定都没时间了，赶紧的去。哎，依然姐啊，别去了，我刚从那边过来，没人。不是，怎么没人呢？不是，我在群里通知过的，至少有3组10个人的。上午来了2个，中午回去了，下午就1个没来。那什么原因呢？依然姐，你要让我说，我就实话实说了。大家谁愿意来呀？本来就是各部门临时拼凑的，自己手里面活动忙不完，还得天天再往这边跑。这来了还要啥没有啊？喝水自己买，吃饭回镇里，单位的车还都有事儿，这来回还得自己开车打车。咱们做工作互相理解一下嘛，我们俩不也这样？你看这2天，我们哪天不加班啊？这本来就是你们经发办的活，谁也没要搞这个大会啊。你这么说就过分了吧？什么叫我们经发办的活？这是全桃花镇目前最重点的工作。你要是有怨气，你找彭书记，你找罗副镇长，你别在我们这儿。好，你别冲我发火，我都来了。我说的那是大家伙的想法。依然，我也得回了，县审计局要过来审计，我得提前回去把账给理清楚。明白，辛苦了，一姐，回去。拜拜，一姐。我现在就在群里发通知，20分钟不到的，我一律上报给领导。行，桃子，别发了，在群里发通知，从明天开始把东西都搬过来，以后就在现场办公。至于餐食问题，我去跟罗副镇长协调沟通一下。这能行吗？能不能行都得行。行了，你俩赶紧去忙，我去找罗副。哎。好不好？放心好了。罗副镇长。啊，林主任来了啊！您先去忙。好啊。罗副镇长。哎，你要说的事情我知道，我这儿还是得做做工作啊。哎，我人员调配不动，必须要您这样级别的领导出面才行啊。那我也要跟人家顺风细雨的好说好讲啊。出来工作不就是这样吗？做什么事你总得讲究个方式方法，不是吗？我觉得您必须给大家召开一个大会，毕竟现在时间不等人。好，
这样啊，我这儿现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接待，等完事儿了我过去一趟。包括你说的那个现场办公的用餐问题，彭书记已经向上面去申请资金了，只不过这里头现在就跟挤牙膏似的，这儿挤一点那儿挤一点，大概你也都清楚。这样，你呢暂时克服一下，暂时的啊。不是，你接待重要，官方自保文化节就不重要。我的工作现在也要你来安排了，是吧？笑。华生，走。书记啊，这多部门协调是一件难事啊。这罗副镇长不出面，靠林依然恐怕是很难解决啊。不急不急，再等等看。这开幕日期给上面汇报了，广告也打出去了，这一转眼1星期就过去了，只怕是没时间再看看了吧？不着急啊，什么事儿完不成啊？让林依然多着着急，对她没坏处。用现在流行的话说，让子弹再飞一会儿。书记啊，您这定力真不是我们能比的呀。经历多了，定力就好了。对我、对你、对林依然都一样。明白。好，书记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好，你去忙。哎，放，哎，师傅小心点，慢点，哎，小心刮坏。哎，对，哎，陆秉国呢？哦，他那个临时有事儿，叫我过来盯。确定分工的事儿怎么能来回换呢？那他有事儿啊？我昨天跟他交代说，今天工人不能少于15人，他跟你说了吗？没有啊。那他跟你说这些条幅怎么摆放了吗？也没有啊。那你在这儿盯什么呢？我问你。我也不晓得呀。他中午临时打电话叫我过来，那我就过来了呀。行，那你在这儿杵着吧啊。哦。这2个。桃子姐，我真得回去了，这再晚开会就迟到了。领导就让我过来点个忙。你这工作还没做完呢，而且你是执行组的成员，归执行组管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是我能一直在执行组吗？这事儿结束了，我还不是得回原部门。但你现在还在执行组，你不能不在意这儿的事儿吧？不是，我说实话，桃子姐，你也考虑考虑我们，对吧？我们现在呢就是蜂箱里的老鼠，我2头受日期，我真没辙了呀！我现在。林主任，你让我发给网络平台的资料我都发完了。那个我明白，辛苦了，回去吧。谢谢林主任。你们呢？有事吗？要是能走的话，当然是。明白，回去。我还有个会。就让他们这么走了？不然呢？啊，你把他们都留下，他们心里也不痛快，何必呢？彭书记一来，人就全齐；彭书记不来，就这样稀稀拉拉，稀稀拉拉。就算来了，也是今天换这个，明天换那个，这样下去，工作怎么进行啊？依然姐，是时候用你聪明的脑袋想想办法了。不然再这样下去，我感觉就……回镇上，通知他们下午开会。好。什么主题？执行工作会。执行工作会，就我们每天开的那个，我感觉也没……哎呀，你呀，就按我说的办就行啊。好，听你的。什么时间？时间的话，你等我通知你。好。艾薇葛主任。是。对，你可能得帮我一个忙了。依然姐，你看咱们就来这么几个人，这会还开吗？这怎么回事？那些开会的人呢？为什么还不来啊？各位，我就不明白了，咱们等什么呢？依然，得行不行？再等等。好，咱们大家先看一下手头的这个策划书啊。
有很多环节都是有调整的，我们得把这个方案看熟了，才可以更好的执行。林主任，咱们快开吧，我一会儿还有稿子要写呢。林主任，彭书记在等你新改版的文房四宝文化节的执行方案呢。他3点钟要到县里去汇报，你赶紧的呀。不好意思啊，葛主任，我这边结束马上就过去，麻烦您跟彭书记说一声。手机也不接。我要讲几句关于纪律的事情。首先，我跟大家说声抱歉，因为这次文房四宝文化节是我提议出来的，但是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，是整个桃花镇的，而且彭书记也一代重申，要全力以赴，重点对待。怎么样？哎，彭书记好。坐，都坐下。这是您要的文件。好的。哎，就这么几个人在开会啊？啊？彭书记，您现在看到的是人最全的一次，现在这个情况，做什么都抓不住人，说什么都没用，进度都被耽误了。这个不行啊，这个啊，我都说过多少次了，文房四宝节是我们现在镇上的工作的重中之重。那这些不来开会的同志们几个意思呀？林然，从今天开始啊，全面整治，一次到位。葛主任，把这个缺勤名单给我统计一下，再有下次，取消他们全年评优的资格。好的。有什么问题，让部门长到我的办公室来，我就不信了啊！这把镇上的工作安排当耳旁风，什么意思呀？那个彭书记，我相信大家都是有现实困难的，对吧？昨天在现场我还看到你们见缝插针的在做自己本职工作，一人2职，挺不容易的哈。下次我看紧一点啊，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出现了。你们以后都会配合我工作的，对吧？配合。那个彭书记，我会保证这次大会顺利举办。如果出问题的话，您处理我。好，就按林主任说的办。我不希望再有下一次了。彭书记，太忙了。哎。行了，彭书记的态度大家也都看到了。我希望你们回去能够相互转告，引以为戒。我能帮你们求1次情，求不了第2次。我不希望以后大家取消评优，然后又连累自己各部门的领导挨批评，对吧？这样的后果谁都不希望看到。行了，接着来吧。哎呀，这个小姑娘，哎，鬼精鬼精的，现在越来越聪明了。这都是书记引导的好啊。廖主任还说呢，这个林依然不长进，这不现在进步挺大的吗？脑子活泛了，也算进步。是啊。葛主任，你去忙吧啊。好，师姐啊。去哪儿了？慢点儿。哎呦，怎么买这么多零食？给我的。来，拿着，拿去给现场的那些同事们分了啊。哎呀，你可真行！刚将了他们一军，现在又给点甜头。跟负责后勤的同事们说一声，从明天开始呢，准备矿泉水还有盒饭。这矿泉水呢，按人数的3倍准备，不够的话随时补充。盒饭的话，按3比4吧，以防有人吃不饱。行。但有个情况啊，咱们账上的钱不够了，说好给咱们6万，现在只有1万5，每次跟罗副镇长要钱，都是拖，根本不管我们死活。你让他们准备吧，不够的话让他们找我。什么情况？怎么突然这么有底气啊？我先自己垫上，等发工资了再报给我就行了。也行。行了，不跟你说了啊，我先有点事，我先走了啊。去哪儿啊？不是，哎。AR 墨林寻宝和水墨剧场的这2块，我对接了专业的公司，但是我最看重的还是文人雅集。大家呢可以在互动的过程中更加了解宣纸和文房4宝。然后呢？然后？对啊，你跟我说这么多干嘛？啊，这
我们的设计场景不是太那个什么了吗？所以想请您这样化腐朽为神奇的大设计师，对吧？你别跟我来这一套啊！这有些人啊，撒娇呢，大家不喜欢，就会很容易答应他的条件，让他赶紧走。你就不一样了，你越撒娇，我越不答应，因为我想多看一会儿。那照你这个意思，我联系廖主任得了呗，我让他给你打电话。哎，别联系他，我可不想听他跟我上课。哎，有正事吧？我答应你了。没正事了，说完了。没了。啊，那个场景怎么设计，你跟我直接说就行了，因为我们没钱。我发现你这个人还真有意思啊，白拿还这么理直气壮的。那你不帮算了吧？那我就回去跟领导说，说我想法幼稚，那个脱离实际，思想不成熟，还有不讲道理、厚脸皮，这些都得深刻抛弃，好好自我批评。也行了，你说吧，钱呢是真没有，事情呢是真想干，你怎么才能帮我？那求人就得有个求人的态度吧。就我这俊朗的外表、高尚的灵魂，不值得你来夸一夸吗？夸是吧？哎，行。一张薄薄的宣纸，承载千年的底蕴，祖辈传承着记忆，一脉经揣一成息。淡淡墨香飘江南，千年古镇又灵气。那人那方那工艺，留下多少传奇？这山水灵气，有多少故事，值此那情侣养育着土地，养育着土地。一张薄薄的宣纸，承载千年的底蕴，祖辈传承着记忆，一脉经揣一成息。纸上阡陌写丹青，方寸之间有真气。愿以世间多风情。